韩国政府想追加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中国大使表态，希望韩方接受教训，避免再度冲突。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上任以来，一直想增加在韩国部署新的萨德反导武器系统。被贴上亲美派标签的尹锡悦之前从来没有从政经验，刚一上台就对朝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又要挑衅中国的战略关切，引发了外界对中韩关系走向的担忧。到目前为止，韩国最有可能搅动双方神经的就是增加萨德导弹的部署了，这可能是中韩两国关系之间的一枚定时炸弹。近日，中国驻韩国大使辛海明接受韩国王牌新闻节目 News9 的专访，就萨德导弹的问题回答了主持人的提问。韩国主持人问，若韩国追加部署萨德，中方是否会报复？辛海明大使表示，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武器系统，该系统能够深入探测中国内地，这不仅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更损害了中方的战略利益。中方不可能熟视无睹，我们希望双方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避免再度冲突。中方从未对韩采取报复措施。辛海明大使回答的内容非常多，但最紧要的话是这么几句：追加部署萨德损害中方战略利益，希望吸取教训，妥善处理问题，避免再度冲突。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韩国采取报复措施这一句。很多网友一定记得，韩国过去部署萨德导弹时，对中韩两国的关系造成的冲击波相当大。那么，中国大使又为什么说从未对韩国进行报复呢？估计很多人都没听懂。首先，辛海明大使说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报复过韩国，这的确是事实真相。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而发起过对韩国的制裁，毕竟韩国部署萨德是韩国的内政，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虽然当初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武器系统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搞的，韩国当时是不得不为之，所以尽管中国很生气，但并没有实施报复，这个该懂的都懂。其次，中国政府对韩国部署萨德不高兴，中国人民更不高兴。如果韩国人还记得不愉快的经历，那就应该明白，主动挑衅中国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中国民众可能会自发的抵制支持部署萨德导弹的韩国政客以及韩国企业，也可以拒绝去韩国投资和旅游，这对两国的经济交往是很不利的。辛海明大使的回答重点是，中国人民会因部署萨德导弹之事而感到不安，此举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我们也不会熟视无睹。中国对付萨德导弹的能力和手段完全是韩国可以预期的，比如解放军会增加部署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巡飞弹、察打一体无人机等武器，盯着瞄着萨德导弹武器系统，一旦朝鲜半岛有事，分分钟就可以敲掉部署有萨德导弹的基地。最后，邢大使希望韩国不要破坏中国关系友好的大局，避免将萨德部署问题冲突化、复杂化。希望韩国人能听明白，韩国政府说部署萨德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弹道导弹，是一种自卫的手段，这话说的没道理。对付韩国根本就不需要射程远的导弹，只需要使用大口径火炮就足够了。真正对朝鲜导弹感到担心的是日本和美国，而非韩国。如果韩国政府聪明的话，就不要再在萨德武器上做文章。如果一意孤行，非要主动追加部署萨德导弹，就等于是挑衅中国人民，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官方虽然不一定会直接采取制裁或报复的手段，但是不等于没有收拾某些韩国政客的办法。韩国现在的地位很微妙，美国想要把韩国当成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而中国则真心想把韩国当朋友。萨德导弹本身是不能保证韩国安全的，而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可以。另外，中国与韩国去年的贸易额超过了3600亿美元，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第3大贸易伙伴，两国的双向投资已达1000亿美元规模，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因此，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尹锡悦政府
都不应该利用萨德导弹问题引发中韩关系的紧张，这是非常不理智的。秦大使在韩国电视台的回答非常有智慧，既表达了中国对萨德导弹部署的关切，又避免了让韩国人反感的威胁和压迫。中国尊重韩国的权利，也期望韩国能够尊重中国的战略关切，就看尹锡悦政府接下来会如何选择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